欢迎收看这一集的野球特报。今天我们临时制作这一集野球特报，要来分析邓凯威在5月16日本季第3次先发对战德州游骑兵的表现，并进行深度解密。因为这场比赛真的有太多值得讨论的进阶数据了。邓凯威这场比赛的对手可不简单，他是2届赛扬奖得主 Jacob deGrom。邓凯威在这场比赛投满了5局，虽然中间过程让球迷们看得心惊胆跳，但最终他只被敲出2支安打，飙出7次三振。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在这5局内1分未失，成功拿下了本季的第2场胜投。没错，这场比赛真的看得很过瘾，尤其是在面对 deGrom 这种传奇球星时，邓凯威展现出来的气场完全没有被压下去。我们看到开赛第1局，太空人的打线就非常给力，Altuve 敲出了生涯第42支手打席全垒打，接着 Yordan Alvarez 又补上1支阳春炮，帮邓凯威争取到了2-0的领先优势。带着领先投球虽然比较有底气，但相对的压力也不小，因为你必须守住这份领先。邓凯威这场比赛总共用了76颗球，这也刷新了他生涯单场投球数的新高。从传统数据来看，5局无失分，7次三振，这绝对是一份 A 等级的成绩单。但如果我们细看进阶数据，就会发现这场比赛其实隐藏了很多值得深入探讨的细节，甚至可以说是一场极端数据的交织。说到心惊胆跳，就不得不提这场比赛的危机处理。虽然最后是无失分，但在比赛过程中，邓凯威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在这5局投球里，其实有3局都面临了2名以上的跑者在垒。最惊险的时刻莫过于2局上半，当时游骑兵攻占了满垒，眼看着一个大局就要产生，游骑兵随时可能一棒逆转。在那个零容错率的极端情况下，邓凯威展现了超乎年龄的冷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本垒攻防战，捕手 Christian Vazquez 动作非常快，迅速将球传给补位的邓凯威，成功把试图冲回本垒的 Evan Carter 冲杀出局。这一个 play 不仅守住了领先，更重要的是让游骑兵的进攻气焰瞬间瓦解。那个本垒触杀确实是整场比赛的转折点，如果那一球没抓到，后续的局面可能会完全失控。这反映出邓凯威对于比赛节奏的掌控和守备意识是非常出色的。不过，我们从进阶数据的角度来看，他这场比赛的控球其实存在不小的隐忧。虽然他投了76颗球，但好球只有46颗，好球率仅仅 60.5%。在 MLB 这种层级 ，60.5% 的好球率其实只是在及格边缘徘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5局就投出了多达4次的保送。频繁的堆垒包是投手的大忌。邓凯威这场比赛的 WHIP 值来到 1.20， 在5局无失分的比赛中，这算是相对偏高的。之所以能化险为夷，真的要归功于他那一手极强的挥空制造能力。这点真的很有意思，在76颗球里，他竟然让游骑兵的强打者们挥空了11次。对于一个只投5局的投手来说，这个效率是非常惊人的。我们看 Pitcher List 的进阶统计，这场比赛邓凯威的 CSW% 高达 39%， 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据，因为大联盟的平均值大约只有 28%， 能超过 30% 就算是很优秀了。而 39% 意味着他整场比赛将近40%的球路是让打者完全无法做出有效反应的。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在满垒危机中连续飙出3振来解决问题。他的球威 stuff 在当天绝对是统治级的。即便控球不是那么稳定，但只要球进到好球带，或者是引诱球出手的瞬间，打者真的拿他没办法。确实 ，CSW% 来到 39%， 简直是怪物等级的表现。这代表他的球路在进垒点的变化和转速上具有极强的欺骗性。但如果我们看 Pitcher List 给出的整体评分，虽然结果面给了 B+， 但在进垒点这个项目的评价却只有 C。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想要深入解密的核心问题。邓凯威目前的状态就像是一把极度锋利但偶尔会失控的宝剑，他拥有联盟顶尖的武器，但在使用这把武器的精准度上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特别是面对左右打者时，那种数据上的天差地远，真的会让人觉得他是不是在对付2个不同星球的打者。接下来，在我们进一步拆解他的球路组合以及为何对左右打有这么大落差之前，我有个数据想要先考考大家，也考考正在收看节目的你。根据大联盟官方的百分位数排名，邓凯威有一项关于球路价值的数据，高达全联盟的第98百分位，简直是精英中的精英。但同时，他也有另一项球路价值的数据，却惨不忍睹地落在第400分位，几乎是联盟垫底。大家可以猜猜看，这2个极端数据分别代表哪种球路类型？在公布答案之前，我想邀请还没订阅的朋友订阅我们的频道，记得要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最新上片通知哦。如果想支持我们产出更多深入的分析，也超级欢迎加入频道会员。还有，跟大家分享，史蒂芬频道商店正式上线咯！现在就点开底下资讯栏的商品，或是影片结束后来商店逛逛，里面有我们精选的职人好物，带走喜欢的商品，就是给频道最实质的鼓励哦。刚才提到的那2个极端数据，答案现在揭晓。邓凯威那项排名第98百分位的数据，就是他的破坏球得分价值，也就是他的变化球品质；而那项排在第400分位的，则是他的变速球系得分价值。这2个数字简直是天与地的差别。这完美解释了为什么他能在这场比赛投出这么多的挥空，但也说明了他的武器库里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短板。他的变化球，特别是横扫花球 （sweeper）， 品质是全联盟最顶尖的那一群，但他的变速球却完全无法发挥效用。那我们就来仔细分析一下他的兵器库。首先，一定要聊聊他的核心武器，也就是这颗横扫滑球。这颗球的使用率非常高，对右打者来到37%，对左打也有32%。它的平均球速是84.2英里，跟它的速球有着9英里的速差。最恐怖的是它的位移，水平位移高达16.5英寸，这意味着球在进入本垒板前会产生超过40公分的剧烈横移。在这场比赛的11次挥空里，有6次就是这颗滑球贡献的。这颗球的挥棒落空率 （Swister% 高达25%，球威指标更获得了117分，高于联盟平均。只要这颗球控得好，打者根本就是对着空气挥。除了横扫滑球，它的4缝线速球其实硬体规格也非常高，均速93.1英里，转速却高达2501 RPM， 位居全联盟第91百分位。高转速让这颗球具备很强的上窜效果，也就是垂直位移很漂亮，能有效破坏打者的垂直挥棒轨迹。另外，为了增加球路的多样性，它还配备了伸卡球。这颗球主要朝着手臂侧窜动，用来抢守好球或制造滚地球，效果其实不错 ，CSW% 甚至一度来到60%。但最大的问题就出在那颗我们刚才提到排名第400分位的变速球。这颗变速球的均速87.4英里，对左打的使用率被迫提升到14%，但这场比赛的挥棒落空率竟然是0%。0% 的挥空率真的太惨了，这代表左打者只要看到变速球过来，要么就是能精准识破不挥棒，要么就是挥棒一定能碰到球。这颗球的预期被长打率 XSLG 抗高达 0.940， 这几乎等于只要打者打到这颗变速球，基本上就是长打起跳。这就带到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最核心议题，也是很多专业球迷观察到的。邓凯威面对左右打者的表现落差大的经验。对右打者，他的3围是 0.170、0.250、0.190， 这完全是赛扬等级的压制力。右打者在他面前就像是不会打球一样，但对左打者3围却变成了 0.250、0.308、0.521， 尤其是那个 0.521 的长打率，对投手来说简直是噩梦。这就是你提到的重点，对左打的 location 蛮烂的。这句话不仅是观察，更有数据支撑。PitcherList 的模型给予邓凯威对左打的进垒点评分只有惨烈的 D+。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可以从生物力学的角度来分析。邓凯威的横扫滑球对右打者来说是从好球带向外窜逃的，打者很难跟球。但对左打者来说，这颗球是往打者身体方向转进来的。
如果进垒点控得不够精准，没能压在好球带边缘，这颗滑球就会变成一颗悬浮在红中区域的狮头红中球 （hanging slider）。没错，而且更糟糕的是，因为它的变速球完全没有威胁性，左打者在打击区根本不需要防范外角下沉的变速球，他们可以非常大胆地死守内角的滑球，或是锁定控制不稳的四缝线速球。当一个大联盟等级的打者在预设好球种且不需要担心引诱球的情况下，抓到一颗84英里的狮头滑球，打出0.521的长打率，真的只是物理上的必然。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他这场比赛无失分，但潜在的风险其实非常高。他的平均击球出速只排在联盟第10分位，代表只要打者抓到他的球，击球出速都非常惊人。目前他虽然防御率是优异的2.61，但如果这2个问题不解决，也就是变速球的失效和对左打的进垒点失控，随着样本数增加，他的防御率很可能会回归到预测模型的4.42左右。未来的调整方向，第一一定是重塑变速球，他必须找到一个跟直球完全相同的出手点，强化球路共轨 tunneling 效应，让左打者不敢轻易放弃外角。第二是修正他投球时前脑肩膀过早打开的问题，很多投手为了追求横扫滑球的转速，肩膀会提早朝3垒侧旋转，这会导致出手点横向偏移。这就是为什么他面对左打时，球总是无法精准压在手套侧外角的物理原因。虽然我们分析了这么多缺点，但也不能忽视邓凯威目前对太空人队的巨大战略价值。2026年初，太空人原本对其他投手寄予厚望，但伤兵潮突然袭击。这时候，原先被视为低调补强的邓凯威却成了救命稻草。他成功地从长中继无缝接轨到先发轮值。总教练 Joe Espada 在5月16日赛后也给出了承诺，表示邓凯威未来将会是6人先发轮值中的固定班底。这不仅是对他这场比赛表现的肯定，更是对他吃苦耐劳、能适应各种角色特质的信任。提到队友的评价，我觉得很有意思。这场比赛敲出全垒打的资深一垒手 Christian Walker 赛后就对邓凯威赞不绝口。他说他对邓凯威充满敬意，无论球队需要他从牛棚出发，还是担任替补先发面对强敌，他都能挺身而出。Walker 甚至直接给了他 A+ 的评价。在职棒的世界里，得到队友的尊重跟得到教练的信任同样重要。而且从财务角度来看，邓佩文目前还带薪资仲裁权，年薪仅78.6万美元。太空人还拥有他的控制权，直到2032年。这对球团来说，简直是性价比极高的资产。总结来说，5月16日这场比赛完美呈现了邓凯威现在的强大与脆弱。强大在于他拥有精英级别的变化球和高转速速球，能在压力下制造惊人的挥空率。脆弱则在于他对左打者的压制力明显不足，且控球的稳定度仍待加强。如果他能把那颗0%挥空率的变速球练出来，或者是把对左打的 location 从低级提升到 B 级，他绝对有机会成为大联盟顶尖的先发投手。目前的2.61防御率虽然有走钢索的成分，但只要能持续进化，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能打破数据模型的预测，在休士顿太空人队的轮值中站稳更长远的位置。感谢你收看今天的野球特报，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哦。我们下次见。